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，我是鱼尾狮观察。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听起来有些矛盾，但却非常现实的话题：新加坡的经济为什么会出现两极化？一边是服务业红红火火，另一边是制造业陷入停滞。如果你也关心新加坡经济的未来，记得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及时了解最新动态。开门见山，先抛出一个问题：新加坡的经济是不是正在变成一架只有服务业带动的单引擎飞机？是不是逐步脱实上去，老百姓收入增加，但制造业却逐步边缘化？这又是否会让新加坡的外向型经济从根本上变得脆弱？两组数据大家感受一下。2025年10月，新加坡服务业 PMI 飙升至 57.4， 创下4年新高，表明内需市场一片繁荣。但与之对比，制造业的 PMI 却跌至 50.0， 刚好踩在荣枯线，几乎没有增长。服务业高歌猛进，制造业却步履艰难，分化显而易见。那么，为什么服务业的火爆没能带动制造业？新加坡正在经历的结构性两极化现象究竟有多危险？今天我们不只探讨表面现象，还要深挖问题的根源，一起探讨新加坡经济的现实困境。让我们接着往下看。第一章，内需火爆，服务业可持续吗？我们先来聚焦服务业。现阶段，新加坡的服务业表现非常亮眼，尤其是内需市场的繁荣。2025年第二季度，服务业同比增长了 4.1%， 服务业 PMI 达到 57.4， 站上4年新高。新订单快速增加，企业招聘意愿提升，库存状况优化，可以说服务业竟成为经济的火车头。如果回溯历史，从2018年到现在，新加坡的服务业表现出稳健扩张的趋势，不管全球经济好坏，都少有大波动。这得益于其不完全依赖外部市场，更注重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。支撑服务业繁荣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均收入的稳步增长，提升了消费能力；楼市与零售行业的强劲表现，以及高质量的医疗、教育等服务行业吸引了大量海外人士。然而，服务业真的能够独自支撑长期经济增长吗？这种内需主导的模式似乎并没有成功转导到它的老搭档制造业。为什么服务业增长如此强劲，但制造业却步履维艰？接下来，我们来深度剖析制造业的现状。第二章，制造业步履维艰，问题多深？对比服务业的神采飞扬，新加坡制造业表现得有些微迷。首先，我们来看几个关键数据，便能感受到制造业系数的全面性。2025年10月，新加坡制造业 PMI 回落至 50.0， 这个数字表面上看似稳定，但实际不容乐观。虽然超过荣枯线，但仅仅处于扩张和收缩之间的临界点，几乎没有实质性的增长。第三季度制造业输出甚至接近零增长，尤其是电子制造领域，出口订单减少 7.6%， 企业不得不缩减生产规模，减少员工人数。那么，制造业失速的原因是什么？首先是外部需求减弱。期间，新加坡制造业凭借中美贸易战的机会抢占市场份额，但抢先出口的红利，随着全球供应链的恢复已基本释放完毕。深入分析也能发现，制造业的疲软与新加坡的结构性短板密不可分。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和较小的生产规模，让不少跨国公司选择转向劳动力更廉价、规模更大的越南和印尼等东盟国家。这些地区正成为制造业的新兴中心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服务业的繁荣为什么无法与制造业形成支撑和联动？这种转导失灵正是新加坡经济未来的一个关键问题。继续往下，我们一起来解码其中的深层逻辑。第三章，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转导失灵背后，制造业的疲软似乎跟服务业红火毫不相关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为什么服务业火爆不能反哺制造业？答案并不复杂。从宏观经济来看，新加坡的服务业是由内需驱动的，更多是依赖消费市场，而制造业的主要市场却在全球贸易，几乎完全对外依赖。这里就形成了产业循环的错位共振。服务业的繁荣满足了本地市场的喧嚣，但却与外部需求接不上轨。像新加坡这样的外向型经济，制造业曾是货物出口的主力军。但如果国际市场需求疲软，而服务业这种纯内需模式又没法出海，那么势必会让经济呈现出结构性断层。这种情况放大了分化，也让新加坡对制造业的转型需求变得尤为紧迫。一个有趣的现象是，服务业火爆推动 GDP 上扬，但却无法完全弥补制造业疲软带来的回落。比如2025年第三季度 GDP 增长 2.9%， 相比第二季度的 4.4% 已经明显放缓。如果制造业不能找到新的增长动力，单靠服务业可能只是暂时撑起数据，却无法维持长期的经济健康。那么新加坡政府和企业如何破局？咱们接着来看解决路径。第四章，新加坡能否突破两极化的困境？新加坡政府正在积极采取行动，比如加大投资创新型生产技术。最近，贸工部将2025全年 GDP 预测从 0.0% 到 2.0%上调到 1.5% 到 2.5%，
这一乐观调整是基于推动服务经济和制造业转型同步发展的信心。令人欣慰的是，新加坡本地一些企业已经开始主动求变。根据 SP Global 数据显示，不少中小企业已经在积极尝试数字化转型，比如医疗器械制造商采用 AI 加机器学习优化生产流程，甚至还有一些企业通过与东盟制造链建立协作模式，试图扩大海外细分市场。这些努力是一个信号，经济虽然两极化，但企业也有调整的方法和空间。如果新加坡可以借助全球化趋势，把现有服务业的优势做到数字化，同时帮助制造业转型提升竞争力，多引入高技术含量的领域，新加坡的双引擎经济便能蓄力腾飞记忆。好了，今天聊了这么多，咱们总结一下，服务业内需的繁荣和制造业停滞的鲜明两极化，实际上是新加坡经济遭遇结构性压力的一个症候，它既是挑战，也是机遇。今天留下2个开放性问题给大家，你认为新加坡的制造业是否已经走到了传统路径的尽头？服务业的繁荣又如何衔接高端制造业，创造一个强劲的双引擎经济？如果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，那记得帮我一键3连，点赞、评论和订阅频道。我是鱼尾狮观察，下期视频我们再深入探讨更多新加坡经济热点，我们下次见。